那我们现在开始呢，来做我们的一个裁剪。刚才呢，我们分析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们会把这个头发呢用一个2×2分区的一个快速的裁剪方法。那这个分区是这样子的啊，从最高点到耳后的地方前后分开，然后呢，上下的这条线是在哪呢？转角线往下大概1指位左右，然后把上下分开，然后分成4个区 ，A， 然后 B、C、D，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代码哦。那我们先来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讲过，它是一个什么上大下小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体积比例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下区的头发下去剪要什么呀？要收紧。那怎么样才能收紧呢？那我们都知道，在用技术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要用到去除的技术才能把它收紧啊。那后区的头发呢，我们可以独立分区、独立思考、独立裁剪啊。就是我们在剪前区，你不用过多去管后区，然后呢，你剪后区它也是独立去剪，它也不需要重新。其实每一片都可以重新去找它的引导线。当然，最终的结果它是视觉是连接的，也就是说层次结构我们可以不连接，但是最终的视觉它是连接的啊。OK， 那我们从我们的 C 区开始剪啊，从 C 区开始剪。OK， 那我们从 C 区开始分出一个发片，这个长度的设定呢，基本上可以，这个落点在接近我们的眼角的位置，然后下面的落点呢，基本上在我们的嘴角的位置，上眼角下嘴角，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参考比例哦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说我们各位在剪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确认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哦，在这里呢大概去剪一条引导，然后再拉起来去剪，这样呢就会比较清晰了啊，比较清晰。好，继续。继续，然后呢，往后去延伸，把这边头发带起来。好，再来，基本上这个里头发呢分4片去剪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开始再去2个角，一个呢往上梳理一下，然后呢把这个抹干净，然后呢再往后带一点，把这边的角也抹干净。记住，这个地方的头发不需要它剪得特别的尖啊，抹干净就好了。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鬓角就出来了。开始我剪另外一边，这边一样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准确的去判断，那我们可以这样，先在眼角的位置呢，大概的定个引导线，然后呢拉出一个引导的发片，往前靠，找到这个引导线。好，继续第2片。第2片呢，可以靠着第1片一点。角度呢略微抬高，继续，基本上我们用4片来剪完这里。好，然后往上去带，抹掉上面这个角，再往后梳理到后面，大概斜向45度左右，再把这个呢底边抹干净。一样，那我们整个比较干净的呢鬓角呢，这个地方就呈现出来了。好，那么开始呢去裁剪后区，后区呢从中间开始，先找到一片引导。那这一片的头发的长度定在哪里呢？其实大概3个指位就可以了，3个指位不需要特别长，目测一下，大概在5到6厘米左右啊。好，从当中开始，
这里呢可以角度略微抬高一点，先把底区的头发呢略微放长一点。好，继续。这时候因为我们说了两边要保留出来，所以呢斜向分区，斜向前，沿着这边的引导线去做裁剪。好，继续。角度呢，跟着第一个发片一点点往上提升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角度呢提升。好，转角线，我们的紧侧点往前的头发呢，可以全部都拉至上方，斜向后往上去带。这样呢是为了拿走它的重量的同时呢，能把我们的底线长度呢保留出来。好，这样的状态。它变轻了，但是呢，两边的长度呢被保留了。当然，这个的底线我们先不管它，一会儿呢再去把它去切掉。开始剪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呢用相同的手法。好，继续。手位呢要随着引导线逐渐的去提升。好，要倒梳一下，否则这个地方容易剪得比较厚。好，梳的时候呢，带高带起来。手位不过紧侧点，也就是手位不过这个紧侧点，因为你一旦过了这个紧侧点呢，很容易把前面头发剪缺掉。好，一样紧侧点往前的这些头发呢，我们可以带着上方直接这样往上带，往后带去剪就好了，沿着刚才的引导线剪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后续的整个底线呢变轻变薄。那长度呢保留出来，但重量被拿走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开始可以来去切它一条底线，可以把所有的头发呢往前梳理，把所有的头发往前这样梳理，当中分开往前去梳理，直接呢去切它的一条底线。好，微微的斜向往上走。好，再梳回来。那整个后区的侧弧就剪好了。另外一边呢，用我们相同的方式，也是往前梳理，然后向上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再去一个内角，因为它的发际线长得不是特别的干净，所以可以这样子反着再梳回来，把这内角呢稍微再去掉点。好，那我就看到一条比较干净的外线就已经切好了。当然，至于这里是薄点厚点，现在先不用着急去做处理，可以等到一会儿把它全部吹干了以后呢，
再去做处理，因为在湿的头发上呢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，可以等它吹干了以后呢再做精细一点的调整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裁剪后部的上区，一样斜向后分区，先分出一层，独立分区，独立思考，独立裁剪。那这一层的头发引导线在哪呢？重新去定啊，重新去定。那我们可以拉出上面这根头发作为引导，定到哪里呢？定到我们在耳垂露出来的位置，耳中往下一点，基本定到这儿。那为什么定在这儿呢？因为这里头发等我吹干了以后，它的整个落差点就会在我们的整骨点左右，所以就定到这儿。那这里有了引导线以后，就以这根引导线向后延伸，把这里头发呢角度呢拉高，从前往后去延伸过来。记住，这里的头发一定要把角度拉高，角度不拉高呢，剪出来它的痕迹就会特别的明显。手位呢跟随着头缘去走。好，好，剪好呢，这一层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整个重量堆积点以及上下的过渡，都会看起来非常的柔和。虽然结构层次是不连接，但是视觉看起来是连接的，并且会产生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圆向后的一个圆形堆积。继续，跟随着上一片的引导线。一片一片呢，跟着我们的引导。好，顶部的头发呢，角度不用太高，拉到平行地面就好。用个点剪，先过渡一下。另一侧相同，也是先分出一层斜向后，重新起引导线，引导线和另外一侧一样，落点在我们的耳垂露出来的位置，耳中往下一点，以这里的头发这根为引导，斜向后分区，角度抬高。手位跟随头缘往内收，好，两边呢交错在一起，继续。跟着上一片的引导线，手位和杖位跟随头缘移动，两边交错在一起。先大概抹掉点长度，好，后区开始去角，从当中开始，梳子呢平行地面拉出，把上面多余的这个角
磨圆。这里的头发呢，剪好了，它是一个什么？会看到的是一个接近于半圆形的哦。继续。其实呢，在磨角的同时，也是在做检查啊。检查我们刚才剪过的头发呢，是否比较干净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检查我们所有剪过的位置。好，再把这里头发呢拉起来，把它发尾呢去做一些点一下，这样发尾点一下了之后呢，会为一会的这个修饰打薄会省力一点哦。斜向拉起来，只需要在发尾的位置点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后区。下区的头发是收紧，上区头发是一个轻堆积饱满，整个的立体感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开始剪我们的刘海以及我们的头顶区域，先把前面的头发呢分出来一层。好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，这层头发分出来以后呢，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当中的这个长度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当中的这个长度呢，不需要去做过多的改变，以当中最短这根为引导，向两边圆形的去延伸。好，抹干净，两侧的头发呢带到相同的高度。好，过了外眼角，过了外眼角。以外眼角为界，外眼角往内的头发都可以拉到前面去剪，并且呢角度要带高。好，过了外眼角以后呢，手位逐渐随着头圆下降，并且跟着头圆去走。好，继续往后延伸，跟着第一颗发片往后去延伸。一点点向后去延伸，角度呢逐渐去提升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一点点的往后随椭圆去走，最终呢会和后面的头发呢做一个连接。这里呢先不用管它，然后呢反向往回连接。
好，这边呢是一边轮廓完成之后的效果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头发它就已经可以很漂亮的这样往后，然后和鬓角这边呢正好做个过渡，这样过来。另外一边用相同的方法，先将头发带至前方，外眼角延长线，外眼角延长线往内的头发直接拉至前方，带高角度去写。外眼角往后的头发呢，逐渐随椭圆往后去延伸。继续。角度呢逐渐提升，好，先将顶区的头发呢过渡在一起。这时候，因为刚才角度是往上提升的，所以落下来之后呢，前后还会有落差。所以这里的头发我们继续放低角度，继续去做连接。好，角度压低。那我们继续去去角，把上面的角再抹干净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去抹上面的角，把后面的头发呢往前去带一个发片，从当中开始。找到后区的引导，把这个角呢抹掉，随着椭圆去走。好，一点放射。检查磨角，好，继续。前后过渡连接磨角，磨角呢在裁剪当中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它可以让头发更加的精致，也可以去检查我们在剪结构的过程当中是否有遗漏。好，一点点呢，磨角是在做检查，并不是要把头发剪掉多少啊。好，好，继续做前后的一个检查，在转角的位置，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呢，都可以去多检查一遍。
前后过度连接的地方是最容易出问题，所以像这些地方呢，要反复的多做检查。好，大家观察一下，这个头发呢剪好了以后，它的整个在脸颊的位置，正好呢可以把它的颧骨这个位置呢修饰的比较干净，然后呢和后区的头发呢有一个很好的过渡和衔接。这层次结构呢是可以不连接，但是呢这种过渡的连接，去区之间的过渡，层次结构可以不一样，可以独立，但是呢形体的连接呢却是要前后要呼应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亮感调节。接下来呢，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调亮处理。那我们分区呢，会根据它的头型。为什么要分个倒三角呢？因为头比较尖，所以上面要给它宽一点，上面要收紧，所以呢是要分一个倒三角。那这个区总共可以分为下面的一个我们的底线区、亮感区，包括头顶的一个动感区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呢把下面底线呢先做一些修饰。像这种底线的地方啊，我刚才不做太多的这种用剪刀去修的原因在哪里？剪刀修出来头发太干净啊。都不自然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把底线不干净的地方，这时候用牙剪去做一些调整，因为牙剪调出来的头发呢，比剪刀剪的要更加自然一点啊。那像这种底线不干净的，你可以这样。好，这个底线呢一开始没有剪得特别薄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它不听话，所以呢我可能更多会在吹干了以后再去做修饰啊。先用牙剪呢简单的这样撸一遍。好，那像这些。好，继续。上面呢这个区域的头发一样，怎么剪的怎么打薄，拉起来，从后面往前面，好，一层一层。好，这样的一个打薄方式呢，是顺应了我们的这个结构，所以所有的打薄修饰一定是要迎合结构，结构怎么剪，打薄就得怎么打。打薄修饰呢，是为了让结构更加的完美，所以打薄第一个前提就是不要破坏结构。那耳后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单独的拉起来这一片，做薄一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往前斜的去剪的时候，和前面往后面斜的去剪的时候，会形成一个三角区。这个三角区呢，最容易头发淤积的地方，那分个倒三角，把这里的头发呢单独的拉起来，可以多去掉一点。这样呢，一会儿呢，头发放下来以后呢，后区这里呢就不会显得特别的拥挤。那一样，这里头发呢，相同的方法。这里呢可以抬高起来，那简单的打一下呢，整个头发的融合度就会更高。发现呢，没打的这边呢看起来就比较生硬一点哦。一样，用相同的方法，先把它里侧这里这些头发，好，可以这样。推着往前打的方法，这样先来一遍。好，继续。怎么剪的，怎么打薄？打薄呢，一定是顺应结构。好，继续。前面，
往后面收回去。好，打到这个三角区的地方，耳点靠后的地方，这个三角区的头发可以单独拎起来，倒三角，提拉起来去做一些去亮处理架。这一块呢，不需要它很厚。经过修饰打薄了以后呢，我们明显能看得到它头发就会产生一些亮感上的变化。这样的一会儿我们在修的时候就更加好修。好，这个面呢看起来也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。这里的头发可以做些低层次的内打薄。好，继续往下走。好，做些低层次的内打薄。三角区完成。这里的头发呢，因为是表面，我们只需要在它的发尾的地方去做柔和就好了。就这样逐渐往上走，移动式点打薄。好，继续。平口在下，斜向45度进刀。平口在下，斜向45度进刀，逐渐向上提升。整个后区就基本完成。好。刘海的位置呢，斜向后分区，怎么剪的怎么打，前面也一样。发际线的地方不需要做太多，发尾柔和一下，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避开发际线以后呢，像这些头发，发际线之外的，那可以做一些形体上内结构做堆积向后，饱满向后。其实这个放慢动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拉起来以后呢，放慢动作拉起来以后呢，下面呢靠近发根一点，好，越往上走越远离发根，要远离发根，所以真正表面打到的只有发尾那经过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打薄，那我们发现整个头发的形体呢就已经显得更加的柔和。好，这边用相同的方法。亮感调节呢到这里。好，那么基本上我们的湿发打薄呢，亮感调节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它去做吹干，吹干了以后呢，再做更深一步的修饰。那这个是我们呢吹好了的以后的一个结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做更深一步的修饰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构目前呢，其实看起来已经挺柔和了，但是还不够很多细致的地方还需要更好的去修饰一下。那我们从刘海到后区的整个平衡基本上就有了，但是呢，这种细节的地方还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更深一步的去调整它。我们呢也可以从前面开始，前后分开。
然后呢，从下面开始做调整。好，我们从下区，也是我们的 C 区开始做调整。那我们发现这个区域的头发，目前呢虽然比较轻，但是还不是特别干净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法，比如往前梳一下，可以把它内侧的头发先剪掉一点点，这样往前梳，把内侧的头发先剪掉点咯。这里，这几根拿掉它以后呢，你再往后梳，它就会听话一点，就不会显得那么的不干净。像这里呢，可以用一些徒手，这里呢也可以拔高的去看一下，这里往后梳一下，边缘线的地方呢，这样。好，继续一层一层的往上走。好，像这里的头发，那这里头发呢是上下需要做个融合和过渡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说层次结构呢它可以不连接，但是看起来视觉要连接，所以呢从底下开始把它用这样划的方法划掉一点。好，这里呢去做个过渡和融合。要看得到这个整个边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这种感觉一点点融合在一起。好，继续。前区的地方，就是脸周围的地方，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哦。所以用手一拨，看看，好，头发这种通透度，这一块这种头发呢，这一块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特别重要哦，特别重要。这种，好，继续。好，经过修饰呢，我们就发现整个刘海的这个区域的感觉呢，这种往后走，然后这种丝状感就呈现出来，然后和这个鬓角呢这个地方做个过渡，这样。好，这里呢，可以把发尾在。好，要把这种纹理这种通透、很自然的感觉，要过渡在一起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这里顶区的头发呢，这一块不需要做过多的打薄，因为这一块做过多打薄会破坏它表面的一些质感，做些简单的点状的打薄就好了，点打薄就好了。好，拉起来，表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发现呢，整个前区，那这种感觉就比较好，然后呢，非常细致的。好，继续啊，另外一边，那这边没有打薄过的，我们就发现它整个头发的顿挫感就很强，这块就很堆啊，就不够自然啊。一样，先把它前后分开。
要尽量用这种宽齿梳和我们的无痕夹去夹哦。好，这里也一样的哦，也一样的。那把鬓角的位置呢露出来，那我们可以把它里侧的头发，那像这些好，往前梳一下，把翘起来这几根呢拿掉一点，这几根这样拿掉一点，然后再梳回来，它就听话了。好，后梳一下，把这些。好，那这鬓角的感觉呢就出来了哦。好，继续分出来一层，这一层头发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上下过渡的这一层，所以它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层哦。好，这层呢，我们可以用滑剪的方法，可以用倒的滑的方法，这样。从底下开始去做它，这样它整个头发的丝状感就会比较强。好，一层一层往后去剪，一样。发际线呢，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打薄，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关键是要做出这种前后的一个过渡感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好，发尾呢去做一些滑剪啊，这里是避开发际线的啊。好，要不断的去观察这个变化和这边的一个过渡和衔接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把这边头发拉起来，发尾呢做一些点剪。表面这一层呢，不要去破坏太多，发尾点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去观察哪里还不够，哪里还不对，这里呢可以稍微再点掉一点，发尾呢还有点厚。头发那是特别粗硬的哦。好，再来观察一下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这种感觉就比较轻了，就比较好了啊，要往后的感觉这种。那前面呢，这个刘海一定是这样下来以后呢，这样过渡过来会比较好看哦。
其实像这种头发，我们在店里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刘海呢也可以让客人去做一些我说的造型烫，对吧？这微微的有点卷，也会比较好看。好，那这个面呢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样剪好了呢，这里就已经这种感觉就比较好了啊，比较好了。不管擦不擦东西，抹点东西呢，它也会比较自然。那我们接着往后去修。好，后面呢，我们先这样，怎么剪的，怎么打包，怎么修饰。那我先把上面一层呢先夹起来，先做底下一层。这层一开始呢没有剪很薄的原因就在于吹干了之后，这才是它最真实的状态啊。那利用一点点的厚度做些空间感，不需要把这个地方剪得特别的轻、特别的薄，特别薄呢可能会翘起来，对吧？所以压不住。所以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们只需要这样。好，拔一下，然后再用徒手收紧一下。徒手呢比打薄剪好用啊，这在修饰当中是避席之计，很重要的一个手法。像这些，好，特别厚的地方呢，点两下，然后这个层次结构面呢，就随着我们的慢慢的修饰，它就会越来越干净啊。好，耳点往后的地方，这里啊，可以稍微的到耳朵一半左右的位置呢，稍微划掉一点哦，这样往后梳一下，然后把里面这一层这样拔掉一点，然后再梳下来，然后它就会比较自然。好，好，继续。这里头发呢可以挑起来。挑起来呢，看得比较清楚，哪个地方多，哪个地方少，哪个地方是需要调整的。我们层次结构可以不连接，但是视觉一定要连接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呢，不能有明显的脱层。所以徒手修饰呢，这个是在修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哦。好。增加一点空间感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上面动感区的头发，顾名思义，只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就好了。发尾呢做一些简单的调整，头顶的头发不需要做过多的打薄处理，它容易破坏到表面的质感。经过修饰呢，这边的头发我们就会发现它显得就很顺畅，好，并且很立体。好，这个面，好，这种，好，手一拨。好，另外一边没有修的这边呢，看起来头发就比较粗糙一点哦，质感就没有那么好。那用相同的方法，好，底下最不听话的这一层，用个徒手先把它做服帖。为什么要吹干以后再做？各位会发现，这里你看，全部都翘起来。这个地方如果是在湿的打薄，很容易过度打薄，打好了这里就翘起来，所以这里呢只能什么？顺着它的毛流去做。底线呢可以齐，但是不能硬，齐而不硬。徒手呢是在做短发当中避席之计不能少的一个手法。
那耳后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拿掉一点，这样往后梳理，这样去往后梳理，把当中耳朵一半左右开始入刀，这样从内侧开始剪掉一剪。这样剪好了以后呢，你再把表面头发就覆盖一下，梳下来，它就显得很干净。这里，好，继续。这里的头发呢，也是挑起来，发尾点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再制造一些空间感。因为头发比较多啊，好，层次结构可以不连接，但是视觉要连接。好，就顶上这一层。顶上这一层呢，用相同的方法，只需要做表面的一些点打薄就好了。表面的头发呢，拉起来，发尾呢做一些柔和。好，我们这样去用手去拨它用手这样去拨它，是不是头发的这种摆动感能出得来？那像这里的头发呢，可以再增加一些内部空间。那顶区呢，就可以用这样移动式抽剪的方法。边剪边移动。好，那经过这样修饰，整个头发的后区就显得特别干净了。我们看看这个角度，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，哪怕夹起来也没有问题。好，这样夹起来也可以，也会非常漂亮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头发剪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会发现你用手一拨，不管你怎么去弄它，它都会比较好看。这样鬓角呢，整个夹起来也可以这样也会整个后区和前区这样过渡过来一个 S 型。其实想要把短发剪出有女性的味道呢，你一定要剪出这种曲线这个地方一个弧度过来，各位能观察到吗？这个地方一个弧度过来，这样，这里一个弧度过来，然后呢这里再拐个弯再往前一烫，所以这里一个 S 型。那如果把这个头发呢直接这样子，你把鬓角露出来一点呢，那这里又是一个 S 型。所以这个头发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都会呈现出虽然是短发，但是短发呢就不失女人的味道。这就是剪这种短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。那我也希望呢能通过这样的一款短发的裁剪，让大家能够明白，其实短发并不是只能做出比较中性的味道，短发一样也可以做出非常具知性柔美的一种感觉。只要我们掌握好细节就没有问题。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课程对大家能有所帮助，谢谢。